鬼！杀人了！这是哪儿？我不是因公殉职了吗？我本是一名现代法医，所有命案我都能在尸体上找到真相，被同事称作女宋慈。就因为破案无数，名声在外，昨天下班，我被杀人凶手的家人报复，因公殉职。没想到我竟然穿越了，还穿越到了古代的诡案现场。头儿，他叫叶彩棠，是玲玲的邻居，也是玲玲的好朋友，应该最了解玲玲的近况了。我是六扇门捕头夏月，我问你，玲玲最近可有遇见诡异事件，或者撞邪之类的事情？正常的凶杀案，衙门就能处理，但这案子却是六扇门来处理。看来他们也认为是鬼魂杀人。可是这世界上哪有鬼？据我所知，并没有。大人莫非觉得玲玲真的是被鬼魂杀死？你不是亲眼所见吗？虽然现场的确很诡异，但我确定，绝对不是鬼魂杀人。所谓鬼案，不过是有人装神弄鬼罢了。哦，那你说说，那没绑在房梁的绸缎是怎么杀人的？这我暂时不知，但大人若是能让我看一下尸体，或许我会找到线索。不必了，检查尸体是仵作的事，自由我们去做。王头，送他离开吧。大人，我就是仵作，你就让我看一眼尸体吧。这个年代，鬼魂杀人一旦深入人心，就很难改变。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六扇门，毕竟林玲是元神最好的朋友，希望能在现场帮他找到一些证据。难道是凶手回来看现场了？什么人？夏大人，是我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大人此时来这里，可是勘察现场，我也正打算去看看。你胆子倒是挺大，大晚上的不怕碰到歹人，难道还不怕遇见鬼吗？歹人我是怕的，所以我带了武器。鬼我是不怕的，所谓的鬼魂杀人，不过是有人搞鬼罢了。趁着现在现场还没被破坏，找到线索才最重要。胡闹！办案的事自有六扇门去做。流沙，把他送出去。可恶！没有官方的身份实在太麻烦。大人，你就让我跟着吧，我是仵作，也许能帮到你们的。姑娘，我当差这么久，还没遇见过女仵作。大人这也是担心你的安危，别胡闹了，赶紧走吧。有情况。喂，等等我啊！又吊死一个，还是一身红衣，这是要变厉鬼的节奏啊！此处诡异，流沙，快把那个谁送走。大胆！谁让你动尸体的？流沙，把他从死者脖子上的勒痕看，确实是被吊死的。这里就是第一案发现场，死者并未被移动过，尸体还柔软，没有尸斑和尸僵。鉴于下午这里一直有人，死者死亡时间不超过1个时辰，甚至可能刚死没多久。不是，你真会啊！你怎么知道他是吊死，不是被勒死后挂上去的，或者被打昏后再挂上去吊死的？看这里，只有1道勒痕，边缘模糊，是挣扎时留下的，证明死者在此时是有意识的。如果是死后被挂上去，就会是2道。这观察能力，比衙门里的老仵作也丝毫不逊色啊！头儿，还去找仵作吗？你说你是仵作，可京城里的仵作我都认识，更别说就没有女仵作了。这个嘛，我爹是仵作叶明，虽然过世了，但他所有本事都交给了我，所以我应该也算个仵作吧。你是叶明的女儿？看他的表情，应该和我爹很熟悉。既然是熟人，这就好办了。大人，
您莫非认识我爹？认识。你爹他生前和我借了50两银子。什么？你认真的？人家穿越不是皇后就是女帝的，我只是个平民不说，还上来就背了一身巨债。自然是真的，借条就在我家。那个大人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出来得急，家里火还没灭，我先走一步。流沙，帮他回家看看火，顺便叫人过来。夏姑娘，家里就别担心了。50两啊，50两！原以为叶明没有子嗣，人死债消，但没想到他还有个女儿，正好父债子偿。你若是想赖账，可别怪我去衙门告你。我又没说不还，吓唬我做什么？不过我得看借条，我爹都死了，谁知道你是不是骗我？行，等人来了就和我回去，我给你看借条。靠着尸体也能睡得这么香，还真是和他爹一样，都是个有趣的人。念在我和叶明认识一场，利息就算了，你只要还本金就行了。我身上没钱，但家里有房子有地，还有些家具。大人若是急，可以先拿去。房子都给我了，你住哪里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可以去要饭，睡桥洞。夏大人放心吧，每天要到的钱，我就买个馒头，剩下都攒着还债。我也不是这么残暴的人。叶明是我认识最好的仵作，你若得了他的真传，我可以给你在六扇门寻个差事。放心，不会让你白干，包吃包住，每月2两银子工钱，破了案还有赏钱。你省着点花，3、4年应该就能把钱还了。这个年代，又是六扇门这种国家机构，怎么可能找一个女性员工？六扇门真的缺人，缺到了这个地步？不愿意？好吧，我也不强人所难，就送你个碗，你就在附近要吧。若是碰着小流氓什么的，喊一嗓声，我也不会见死不救。流沙啊，去厨房给我拿个破碗来，记住要缺了口的。叶姑娘以后要饭，你们看见照顾着点。嘿嘿，好嘞，我这就去找。叶姑娘，你放心，我们六扇门剩饭剩菜多得很，绝对不会让你饿肚子的。我谢谢你啊！等等，谁说我不答应了？我答应了。大人你太善良了，别说包吃包赚还有钱，就是没钱我也干。能在六扇门当差，还要什么饭啊？流沙回来吧，破碗不用拿了，叶姑娘不去要饭了。既然我是六扇门的仵作了，那我现在能不能去看看玲玲的尸体？当然，仵作已经看过玲玲的尸体，死法和何宁秋一样，都是被绸缎勒死在八角亭横梁上。八角亭就是第一案发现场，死者并未被移动过，这一点你也是亲眼目睹的。走吧。玲玲脖子上也只有一道勒痕，和第二具女尸一样。八角林的确都是第一案发现场。等等，这不是淤痕的颜色，是蹭上去的颜料。流沙，去把勒死何宁圈的黑绸带拿来。是。你们看，这一根怎么摩擦都不掉色，是上等绸缎。但勒死玲玲那根遇水会掉色，两根凶器的质量天差地别。也就是说，凶手可能是2个人。没错，这可能不是连环杀人案，而是模仿作案。凶手在误导我们。不愧是叶明的女儿，厉害。谢谢大人夸奖，我一定会继续努力，好好表现。流沙，安排人去荷花池，就算把水放干，荷花拔光，也要找到勒死玲玲的那根黑绸带。王统，去查孟家和买家卢外北，还有和宁秋有关的人，一个都别漏下。玲玲到底是怎么死的呢？那么多目击者，原主当时也在，却没看到凶手，这太匪夷所思了，没道理啊！带子不固定，怎么可能会勒死人呢？叶彩棠，你干什么？不想干就说，我还不至于为50两银子逼死一条人命。我没要死啊，我在模拟案件现场呢。这么紧张我，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？呸呸呸，这又不是偶像剧，我想什么呢？我路过时看到外面的影子，还以为你要……算了，不说这事儿。袁伟茂找到了，你赶快跟我去审袁伟茂。哦，大人，你会修门吗？大人，我知道凶手是谁，一定是我的同乡丁浪。怎么说？他之前老盯着我娘子看，因此我还跟他打了一架。后来我们搬来京城，他竟然也跟来了，这能是巧合吗？他和我娘子绝对有事儿。对了，我家攒的50两银子也没了。
那丁浪不但好色，还嗜赌成性，肯定是我娘子被他哄着拿走了。来人啊，立刻抓捕丁浪！大人，丁浪失踪了，家里翻得乱七八糟。我们查了赌场、青楼、酒楼都没人见他。赌场还说他欠了100两银子，也在找他。这是畏罪潜逃了吧？何宁秋拿了家里50两给他，他不满意，争执中杀了人，所以跑了。你怎么看？虽然丁浪是有动机的，但是无论是丁浪住的地方，还是何宁秋住的地方，离案发地点都太远了。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道理，他们会走到那里去。当天还下着雨，何宁秋出现在那里，一定还有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理由。走，去丁浪家看看。王统，去买点包子，总不能饿着肚子干活。小叶要什么馅的？有猪肉的、羊肉的，还有韭菜鸡蛋豆腐粉丝的。肉，我要肉馅的。太好吃了！穿越过来几天了，终于吃到肉了。个肉包子而已，至于这么激动吗？看来他爹死后，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啊。那个，以后你别去伙房吃饭，跟着我吃吧。尊的，尊的，什么稀奇古怪的话？大人，您真是太好了，我一定认真工作。是你们翻的？不是，真不是我们。我们之前催债就打了丁浪一顿，真没翻过他家里。会不会丁浪身上有什么家传宝贝，或者捡到了什么宝贝被人盯上了？还真有可能。这屋里应该是丁浪自己翻的。自己？何以见得？如果对方真的要仔细搜，撕开被子就一定会把棉絮拽出来，而这被子只是象征性的撕开了一道口子，目的应该只是为了制造被人追债逃走的假象。还真是，夏大人真聪明，观察细微，心思敏捷，真厉害。低调。我去，竟然有人比我拍马屁还快，以后压力山大啊！大人，城外破庙发现一具烧焦的尸体，疑是丁浪。立刻叫上和丁浪相熟的人前往认尸。当时这人身体一半在土地字里，一半露在外面，姿势诡异。村民过去看看他是不是要帮忙，结果将人拽出来一看，吓了个半死。都去认人吧。认不出，都没脸了，怎么认啊？大人，这别说我们，恐怕就是他亲妈来了又认不出了。不过这衣服我确实见丁浪穿过，一模一样。不要逞强，虽然你学过许多验尸的技巧，但是耳听为虚和见着真人可不一样。这烧死的和吊死的也不一样，尤为恐怖。放心，1个月2两银子呢，为了钱我可以的。正常被烧死的人，尸体都会呈拳斗姿势，鼻腔里会有大量泥土，但是这具尸体没有，说明他是死后才被焚烧的。烧了脸，明显就是不想让人认出来。尸斑按压后略变色，腹部开始变色，皮肤出现水泡，死亡时间在20个时辰以上，也是何宁秋离开家失踪死亡的时间。这就叫专业，小叶厉害了啊！这不算什么。如此恐怖的焦尸，他竟能如此坦然，这胆子，这能力，还真是虎父无犬女。致命伤在这里，枕骨有一处凹陷，被坚硬有棱角的东西砸的，很可能是石头。凶手可能是即兴作案，所以没有提前准备趁手的武器。大人，他不是丁浪。怎么说？赌场老板说过，他们打过丁浪。按理来说，尸体上应该有淤青，但这尸体上却没有，所以他不是丁浪，而是故意伪装成丁浪。尸体不是丁浪，
却穿着丁浪的衣服。这么说，丁浪不是受害者，而是凶手。那丁浪人呢？他做贼心虚，应该不会回家，更不会往老家方向跑。而且他有毒瘾，若真遇到了洪财，这种人就算逃跑，肯定也会管不住手的。王统，立刻派人去查周边的赌场。小叶啊，感情你这青菜豆腐是专门给我们叫的啊？你是一口不沾啊？刘哥，你不懂，我还在长身体呢。下午去给自己买2身衣裳，再买点好吃的。以后跟着我在六扇门当差，不要像刚要完饭一样，我丢不起那个人。大人，这不会从我工钱里扣吧？公费。大人，你真帅！低调。请问最近有人见过这个吗？调查了4家成衣铺，还是没有那绸缎的线索。没有交通工具，实在是太不方便了，好累啊！走大路要1个时辰，走小路能省1半。小路上有个乱葬岗，算了，我可是法医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我又不是鬼，跑什么？一起做个伴儿啊！真的是。林玲还是新坟，不会就是林玲的坟吧？可是林玲的尸体还在6扇门啊，这里难道是她的衣冠冢？林玲，是你吗？这一定不是巧合，得赶紧回去告诉夏月。对了，东西得带回去，省着他们不信。你去哪儿了？这么晚不回来，也不打声招呼，你知道大家都在找你吗？小叶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要再不回来，大人都要急疯了。哼，关心每一个下属都是应该的。大人啊，大人，你就口是心非吧。我没有乱跑，我去查那条绸带了。不是让你去买2身衣服吗？一个人去查什么？有什么想法不能跟我说一声？就算要去查，你也带2个人。6扇门是没人能跟你去吗？这也没什么危险，所以我就……什么叫没危险？京城虽然看起来安全，但你也不看看这几日死了几个人。你一个小姑娘，又没个功夫，大半夜在外面乱窜，就不怕碰到凶手？大人消消气，小叶这不是回来了吗？人也不是出去玩，是办正事去了，没事就行。他知道错了，下回肯定不敢了。大人别说了，姑娘脸皮薄，不像我们似的随便骂，一会儿哭了，看你怎么哄。哎，这俩人怎么这么让我操心呢？大人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那么晚出去了。如果有什么事情，一定第一时间汇报，然后再喊2个捕快大哥一起。哼，知错就好，下回注意。还没吃饭吧？给你留了，快去吃吧。大人，你真好。对了，我这次还有意外发现，我发现了林玲的坟，而且还有人在祭拜。你说什么？小叶，这是祭拜死人用的，你给带回来是不是不太好啊？不要紧，我都打了招呼的。跟谁打招呼？林玲啊，还有他的邻居们，他们都默许了。默许就是不反对。大姐，坟茔里都是死人，要是真有人反对，那就真闹鬼了。哎呀，没什么的，明日我再带点祭品过去，给他们补上。大家都是明事理的，我们也是为了追求公道，想必他们不会计较太多。好有道理。大人，如果那真是林玲的衣冠冢，那个祭拜的人很可能就是凶手。我们可以从这些祭拜用品下手，没准能找到线索。有道理。刘尚，立刻去户部查查附近所有叫林玲的人有没有刚刚下葬的，如果没有，那就开棺。这是林玲今年还穿过的旧衣，错不了。去小岗村，挨家挨户的查。这2天谁买了元宝纸钱，谁半夜出门都对上了。再问林玲死的那日下午都在哪里，做什么？这案子要是破了，头功是小叶的。大人，你可要给小叶一个大赏。这是自然，奖金绝对少不了。能破案也是大人英明神武，领导的好。我认识这个字，这是同行金正丽的字，他就住在小岗村。
这祭祀摆法也像他的手笔，只是觉得缺了些什么，刚刚一下子没认出来。走，去金正丽家。是六扇门的官爷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不用了，金正丽，有个问题问你，希望你如实回答。是不是有人让你在乱葬岗给林玲立了一个衣冠冢？不是谁让我做的，是我自己立的。你和玲玲非亲非故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姑娘有所不知，那日林玲死后，卢老爷请我去做过法事。我看孟家老宅怨气冲天，就算了算，最能让他不生戾气的地方就是那片乱葬岗。可那地方我哪能劝他母亲把女儿葬在那儿呢？只好偷偷立个衣冠冢。金大师，是这样的，其实呢，我和玲玲是异父异母的亲姐妹。异父异母的亲姐妹？就是这样。而且我这人做事比较极端，刚才路过乱葬岗，我看见那坟，还以为有人把玲玲尸体偷出来了，一时激动把坟挖开了。我不知道您的想法，所以祭品也弄得七零八落的，还要请大师赶忙去修补一下，别坏了你的风水局。好，我去弄。刘哥，你带人陪着金大师去吧，我不敢去。刚才从那儿出来，我就觉得身上凉飕飕的，也不知是不是他在怪我。你会害怕？今天天气真好，谢先生也要出去转转吗？对，是应该出去转转。你支开他们，这是要……虽然金正丽表面看着没什么问题，但我感觉他很不对劲，但具体哪里又说不出来，总感觉他好熟悉。而且勒死玲玲的黑绸会掉色，一定是廉价布料。金正丽如果和案件有关，他家里应该有相同材质的衣服，只要找到，就能确定金正丽就是凶手。难道是我猜错了？虽然给林玲立衣冠墓是有点奇怪，可是他也没有杀人动机啊。他和林玲都不认识，为什么要杀他？杀人案里，一般疑点最大的就是利益获得者。其实金正丽在林玲的死这件事情上是有获利的，但是不明显。你想说，因为林玲的死，所以卢外北请了金正丽做法事驱邪？对，而且法事的规模不小，应该也收了不少钱吧。流沙之前就调查了卢外北近期的金钱往来。卢外北说，金正丽和他是多年老友，所以没有收钱。金正丽这么大方吗？看着不像啊。你们等等，我去打听打听。小叶不过是去和人家聊聊天，老大这眼神都要喷火了。难道……我去，大发现！我得和老刘说说。聊什么聊这么久？不用办案了吗？王彤，去，把人叫回来。是，头儿。王哥，谁惹他了？没事儿，老大就是想案子呢。小叶啊，你这糖糕哪来的？大人给的呀。我这不算收老百姓好处吧？不算，但你怎么不多收点？你们好歹是六扇门的，1块糖糕而已，至于馋成这样？回去了，我让厨房给你们一人做1碗。大人英明。大人你真帅。低调。对了，问了那么久，问出什么了吗？重大发现！村民说金正丽不是大方的人，特别贪财。大人，您说一个特别贪财的人突然不计回报的做起好事来了，这正常吗？有点意思。走，再去找卢外北问问。你对金正丽了解多少？金大师挺好的呀，本来请他做法事是100两，但看在朋友一场的面子，他没收钱。后来宅子又出了人命，他说要做大法事，连做7天，也只收了我100两。一场法事100两，这一行这么赚钱的吗？怎么想改行了？要不要我和谢芷说说，让他收你当徒弟？怎么会？我跟随大人，那是为了替死者鸣冤，抓凶手伏法，那岂是区区100两可以比的？那是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的正义啊！哼，算你觉悟高，以后离那个谢芷远点，别染上坑蒙拐骗的坏毛病。
人家又没骗我们，还帮了大忙的。你还顶嘴？没，都听大人的。明明是怕小叶被谢芷拐走，还说得这么冠冕堂皇。哎呀，大人不愧是大人，得学。大人要买衣服？不是给我，是给你。上次给了你钱，你一件衣服没买，跑去乱葬岗逛到半夜。你看你这衣服破的，是打算以后在六扇门里兼职要饭吗？大人，你真好。哼，不用感谢我，我这完全是不想丢人。这些布料摸着好舒服啊，不会都很贵吧？这料子，这手感呀！大人，你看这布料，和勒死何宁秋的黑绸带一模一样。你确定？确定，我仔细研究过，绝对不会错。这种布料有袋子的，你们近半年卖过多少？有没有记录？都是什么人买的？有的。我们的衣服都比较贵，一般都是老客户定制，所以都有名单。但是您看，王统，立刻回去卢外北家搜。是。大人，这衣服很贵，我还是换一件便宜的吧。叶彩棠，你真是我的福星，一件衣服算什么？掌柜的，再给他选2件最好的衣服。怎么了？急急忙忙的。大人竟然也会不好意思。大人，小叶神了。那丁浪果然没亏待自己，还混在赌场，被我们抓了个正着。大人，那丁浪就都招了。他当时被赌场追债，就想去袁伟茂家里借钱，结果碰巧遇到了何宁秋与人偷情。那他看到是谁和何宁秋偷情了吗？没有，那人跑得快，没看清。他以此要挟和何宁秋要了2000两银子，没想到何宁秋真的给了。后来他害怕被杀人灭口就跑了，结果这小子也聪明，想着给流浪汉换上自己的衣服，让别人怀疑他已经死了，就能金蝉脱壳了。何宁秋死在孟家老宅，而何宁秋的情人又能爽快地拿出2000两银子，所以卢外北，哎呀，这默契，郎才女貌，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。大人，我们在卢外北家里找到了同款衣服，正好缺了条黑色的带子，那卢外北已经被我们带了回来。太好了，立刻去审卢外北。我给了何宁州2000两封丁浪的口，可他说要是我再不娶她，就自己去求我夫人。我是实在没办法了，我夫人一旦知道，她会杀了我的。林玲是不是你杀的？不是，我和她无冤无仇，我怎么会杀她？我就是想着，要是何宁秋和林玲死的一样，你们就不会怀疑我的。和小叶说的一模一样，还真是模仿作案。小叶真神了。要是没有小叶，恐怕我们都得被误导了。可不是嘛，我现在是越来越佩服小叶了。老刘，你有没有觉得头儿和小叶？你个呆子，才看出来啊！把人带下去吧。唉，何宁秋的案子是破了，但林玲的案子却也失去了头绪。小叶，你怎么看？大人，您之前说过，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案子，能和我说说吗？倒是忘了这事，那是7年前，刘宗宪也曾经出过一起类似的案子，当时吊死鬼杀人了！当时双方至少上百人在场，却没有看到凶手。官府调查了许久，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，只能成为悬案，不了了之。我的娘啊！这不就是水鬼杀人吗？难道不是吗？2次都是狂风暴雨的时候，2次都在水边，难道不是水鬼吗？王哥说的也不是没道理。
不是你说的所谓鬼案，就是有人装神弄鬼吗？这么快就变了？我觉得水鬼是一个思路，当然我不是说真正的水鬼，我说的是类似水鬼的人。此话怎讲？荷花池荷叶正茂盛，如果有人藏在水下，又是那样的天气和环境，是可以做到不被发现的。你的意思是，当时有人躲在水里，用某种特殊的手段杀了林玲？只是我还是想不通，到底是怎么用丝带隔空杀了林玲的。我想到一个人，如果是什么奇门鬼术，他或许能知晓一二。谁？谢芷的师傅海望天，他精通各种江湖秘技。不过他金盆洗手之后，住在京郊别院，再不见外人，想见他很难。那我们可以去找谢芷帮忙啊！我去找他，正好我还有事儿请谢芷帮忙呢。说到谢芷，他为什么这么高兴？王哥嗓子不舒服。大人，我之前和谢芷聊过，他善贪亲，又和金正丽熟悉，我想请他画一张金正丽的画像，让人带去刘宗县调查，看看金正丽7年前有没有去过刘宗县。呵呵，你好像很了解谢芷啊。大人，这是重点吗？小叶，为什么要查金正丽啊？我仔细回忆了一下，乱坟岗看到的人身形和金正丽很像，直觉告诉我他肯定有问题。而且如果他7年前也曾在刘宗县出现过，就更可疑了。这样啊，行，那还是我去一趟吧。小叶最近也挺辛苦的，还是休息休息吧。我不辛苦啊。哎，你辛苦，你就留在大人身边好好休息，听话。那个王统啊，这事儿你去办吧，办好了，大人重重有赏。多谢大人。小叶，你真是神了，我们查到了。金正丽7年前的确在刘宗县出现过，当时那个女人死后，就是金正丽帮他们做的法事，还收了一大笔钱。这个看似无关的人，难道真是凶手？对了，海望天那里怎么说？海望天说，在江湖上有一种特别的丝线，无色坚韧，十分珍贵，很多行走江湖的人都会用这种线做些绝活。还有这种东西？那么细的线，确定能承受一个人的重量？我试了一下，全力之下根本就拉不断。鱼线，是鱼线，我怎么把它忘了呢？可恶，我竟然忘了鱼线，都怪潜意识觉得古代没有这种东西。鱼线？明白了，全明白了，根本就不是鬼魂杀人，而是有人躲在水里，远程用那种透明的丝线绑在绸缎上杀人。若是白天，丝线反光，可能还会注意到，但2次鬼案都是狂风暴雨，视线模糊，根本不可能看到那么细的线，这才造成了鬼魂杀人的假象。这种线极为珍贵，凶手肯定不舍得丢弃。若是这样，只要我们在金正丽家找到这种线，岂不是就能确定金正丽就是凶手了？大人，抓人吗？金正丽嫌疑虽大，却还缺有力实证。此时将人抓来，他若抵死不认也是无法，而且还会打草惊蛇。一旦东西被他扔了，就再无证据了。大人，不好了，金正丽死了！我去，不会这么巧吧？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肯定是林玲的鬼魂来复仇了。怎么样？地上的是砒霜，死因也是中毒，身上没有外伤，也没有打斗痕迹，初步判断应该是自杀。怎么了？有发现？没什么。那个林玲的头七快到了，你们说会不会真是林玲变成厉鬼来复仇？金正丽这才吓得自杀了。刘哥，你别瞎说，就算林玲头七回来了，那第一个也得来找我，亲自报仇干什么？鬼杀人要扣功德分的，只要告诉我凶手是谁，那不就行了？好有道理。而且你们别忘了，金正丽可是风水先生，即便真有鬼魂复仇，他又怎么可能束手待毙？最起码也要在房间贴满符咒吧。也好有道理。那问题就来了，他到底为什么自杀呀？大人，我们找到一个箱子，是那种线，果然，金正丽就是凶手。我知道了，他肯定是知道我们去找了海望天，还去了刘宗县，知道自己藏不住了，所以才畏罪自杀。对，也不对，很不对。的确有些不对。我觉得老王说的很有道理啊，哪儿不对了？之前我们都认为金正丽是凶手，如果他不留那一行字，说不定我们会认为他是畏罪自杀。但留了那一行字，反倒是蹊跷了，像是要包庇什么人，所以特意写出来，承认自己就是凶手，让我们别再查下去了。就是这样。看看这默契。刘哥，
金正丽的社会关系怎么样？身边可有什么值得他包庇的人？妻子、孩子？金正丽一生未婚，有一个徒弟叫杨有昌，关系并非多密切，都是给钱干事，不像是值得用性命顶罪的样子。眼下至少有3种可能：金正丽畏罪自杀，金正丽为了给人顶罪自杀，金正丽有把柄在凶手手中，被凶手逼迫自杀。我觉得畏罪自杀的可能最小，一个常年坑蒙拐骗的人，怎么可能会良心发现畏罪自杀？但如果真有一个金正丽最在乎的人在，那后2种都有可能。问题是现在没有这个人，哎，好不容易有了线索，这下好了，又断了。咦，你们说金正丽会不会有一个私生子？但是这个私生子的身份不便于透露，所以大家都不知道。你这个猜测有依据吗？我以前就听说过这样的事情，说是一个男的，他的朋友总是给他儿子钱，还总给他儿子买好吃的，他就怀疑这儿子不是亲生，结果还真不是，然后他痛下杀手。你的意思是金正丽给人戴了绿帽子，所以……而且你看啊，金正丽做一场法事就要100两，可是咱们搜到的也不过10几两，那剩下的钱呢？会不会其实都给了他这个儿子？我觉得你把人想得太龌龊了，这个猜测我觉得不成立。大人，有个自称是金正丽私生子的人来报案，说知道是谁杀了金正丽。你说你知道杀害金正丽的凶手是谁？是杨有昌。他为何要杀金正丽？为了钱。他跟我说过，最近杨有昌总是找他要钱。还有，我见过他们吵架。吵什么？我没听清，只隐约听见说什么银子不银子的，那肯定是他找他要钱呢。杨有昌是否知道你和金正丽之间的关系？知道，但杨有昌威胁他，肯定不是因为这件事情。为什么如此笃定？我父母都过世了，我心里也有数，他有什么可威胁的？就算是大家都知道了，又怎么样呢？我感觉还是因为钱。前2天我去药店买药，看到杨有昌也在买药，而且一副药竟然就要20几两。如果不是我父亲的钱，他哪来这么多钱买那么珍贵的药？流沙，你带人立刻抓捕杨有昌。知道为什么抓你吗？我就知道会被发现的。说说吧，你是怎么威胁勒索金正丽，并且将她杀害的？没有，我没有。没有？那你哪来那么多钱买那么珍贵的药？是师傅给我的，师傅让我帮他保守秘密。什么秘密？我看见师傅杀了林玲。接着说。我师傅他这段时间缺钱。金正丽给人看风水做法事，收入不少，为何缺钱？他在外面有一个儿子，师傅一直担心他不在了，他儿子会过苦日子。这一次孟家老宅做法事，他说买宅子的卢外北家里非常有钱，可以好好的捞一笔。然后呢？卢外北虽然有钱，却很小气，不肯花钱做法事。师傅就想给他宅子里动点手脚，可是就在那天，他在宅子里埋东西的时候，被那个叫玲玲的姑娘看见了。我当时吓坏了，但师傅跟我说，他有办法让卢外北大出血，让我不要管，就把玲玲扛走了。你没有参与？没有，我也是听到后面有人喊才知道玲玲死了。你在说谎。大人，我没说谎，我真的没说谎啊！哼，那可是杀人案，你当时为什么不报案？我娘快不行了，我需要钱买药，师傅给了我100两银子，让我不要说，我也是没办法呀。金正义选择在孟家老宅杀人，一方面是灭口，一方面是为了让卢外北以为那里真的不干净，而花大代价做法事。对，我们询问了卢外北，他说金正丽开始并没有要钱，后来承诺做一场盛大的法事，也并没有加钱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那是因为师傅还没来得及找卢外北谈，当天晚上又死人了，师傅吓着了，他不敢要了，所以就要了100两。那他为什么要自杀？因为师傅知道你们已经查到他了，他自杀，可能也是不想连累他儿子吧。你说的大部分都是实话，从金正丽杀人到勒索，到给了你100两银子，但有一点，你说谎了，你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。大人，你不能凭空冤枉我。我给金正丽验了尸，他手腕上有暗疾，一到阴雨天应该就会疼痛不已。7年前的案子或许是他亲手做的，但他现在已经没有力气将林玲吊死在八角亭上，所以林玲是你杀的，你的力气足够大，也知道金正丽的手段。金正丽是主谋，而你是凶手。金正丽自杀，一方面确实是为了不连累儿子，另一方面更是因为你的威胁。金正丽自杀后，你为了让我们认定金正丽是畏罪自杀，
留下了血渍。但你应该没想到，你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反倒让我们更加怀疑了。杨永昌，你可认罪？是我杀的，可是我只想赚钱给我母亲买药，我只想让她老人家多活几年啊！我有错吗？身为人子，我错了吗？你有母亲，那林玲就没有母亲吗？你孝顺我，可你想过林玲被勒死时，她有多绝望、多疼吗？你不配为人子，你连做人都不配！这是什么意思？赏钱。赏钱？孟家老宅的案子若不是你，恐怕不会这么轻易结案。我这人一向赏罚分明，既然尽心尽力，自然有赏。大人，我虽然缺钱，但我也不能贪得无厌。你又给我工钱，又给我买吃的，还给我买衣服，又安置了林署，真的太多了，我不能再要了。这有什么？大人，又出人命案了，姚氏银楼的掌柜姚海峰被吓死了。小叶，你应该起早一点。今天林婶的豆腐脑做的真的没话说，加点花生碎、辣椒油、芝麻、小咸菜、香菜，香的我连着吃了2大碗。咸的豆腐脑简直是妖孽，我都不明白那令人作呕的味道是人吃的吗？豆腐脑生来就应该是甜的，哼，甜的豆腐脑才是妖孽，不是毒药。小叶，你给评个理，豆腐脑到底要吃甜的还是咸的？都行，都好吃，我吃甜的也吃咸的，不要加香菜就行。香菜实在是太难吃了，我闻着那味道都想吐。香菜那么好吃，你竟然不喜欢吃香菜？对啊，香菜多好吃啊！香菜怎么会好吃？一股怪味道，那根本不是香味儿，是臭味儿、苦味儿。大人，你说，豆腐脑到底要吃甜的还是咸的？香菜到底香不香？不知道，都没吃过，没兴趣。其实我是个神仙，不吃你们凡人的食物。看不出来，大人还是个傲娇啊。傲娇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傲慢又骄傲啊。不，是傲慢又撒娇。你把令尊当时的情况仔细跟我说一遍。是在今日寅时，大家都还没醒。父亲昨晚住在八姨娘的屋子里，据八姨娘说，父亲是半夜突然惊醒的，好像是做了噩梦，醒来的时候便是一身的冷汗，说要喝水。大人请看。父亲一贯不信这些东西，我不明白他书房里怎么会有黄符，但这黄符也不能证明什么，总不能说庆是被诅咒而亡，这太荒谬了。也是因为此，我才报了案。这黄符先放在我这里，我找人看一看。怎么样，有结果吗？身上没有其他伤，若是被吓死，全身血液会涌去心脏，从外表没有明显症状，所以若确定姚老爷是否被吓死，需要抛尸检查。目前从令尊遗体上看不出太多线索，我想去看一看他昨夜休息的房间，还有，我要见一下令尊的八姨太。大人，真和我无关啊！我怎么敢害老爷？再说，老爷是我的恩人，我感激还来不及，怎么会害他呢？恩人？他帮过你？我父亲是画师，家中本也不算清贫。去年我父亲生病去世，母亲受了刺激，不小心将烛火点燃了被褥，一场大火把家里烧得干干净净。我弟弟也被烧成重伤，不治身亡。我走投无路，就在此时遇见了老爷，老爷一眼就相中了我，愿意出钱给我母亲下葬，弟弟治病，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我做他的八姨太。这个案子你怎么看？最起码从表面来看没什么异常，唯一有些问题的可能就是那个黄纸符了。去找谢芷，让他看看这个黄符是否有什么问题，再去查一下最近姚海峰是否和什么人有争执。是，跟我来，带你去个好地方。学骑马，以后出门办事会很多，不会骑马太不方便了。这里有马场，虽然不大，给你练练足够了。
好呀好呀，我早就想学了。可恶！如果这是在驾校，我一定要告得这个教练倾家荡产。你这身体也太差了。明日流沙他们晨练，你也跟着一起。怎么不走了？大人，我想谢谢你全家。不必如此客气，给我做事的人，我不会亏待任何一个的。小叶这是怎么了？掉沟里去了吗？小叶去学骑术了啊？这要是不说，我还以为小叶去学摔跤呢。挺好看的人，怎么就长了张嘴？谢先生来了，可是那张符纸有了线索。一方面是为了这个符我看过了，确实是有说法的。请说。这确实是非常狠的诅咒符，灵不灵我不知道，但是以前听师傅说过，这个叫做换命符。换命？对，一命换一命。这符上的字不是用普通的朱砂写的，是用朱砂和血，不能是普通的血，要用心头血。还好自小，应该用的不多。不是多少的问题，而是一种决心。制作换命符的人，将自己的心头血混上朱砂，写字之后，想办法送到要害的人身边，回去后便不吃不喝，绝食而亡。那这怎么一命换一命呢？他绝食而亡，想害的那个人也会一起死吗？这得是多大的仇啊，才肯和对方一命换一命？据说是这样，但我也没见过。这种害人性命的，都属于邪术。我师门是严令禁止。扭得这么严重啊？真扭着了，也没听你说啊。你不是为了逃避明天早上的晨练装的吧？我就是装的，但是我装的像啊，行了吧？算了，你明天早上还是别去了。对了，你刚刚说明白什么了？死直男，总算当了回人。虽然不能肯定姚海峰是死于换命符，但至少可以肯定有人要害他，而恰好在这个时间他死了。的确有问题。明日去姚府查一下，有什么人可以进姚海峰的书房，还可能会巫蛊之术。对了，夏大人，师傅托我给你带了一封信。海前辈给我带信？小叶，你别动，我给你按一下。我会推拿柱骨的，技术非常好。真的好了许多。我岂是跟你开玩笑的？这推拿可是个体力活，我这辈子就给师傅按过，平人可是给钱也买不来的。谢公子，你太厉害了，太感谢你了。一会儿去伙房吃饭，我给你捞个大骨头。不必客气，又不是外人。不是外人。从明天起，谢芷就是六扇门的师爷。海先生帮我们破了鬼案，唯一要求就是让谢芷来六扇门历练。这个忙我不能不帮。啊！我也没有办法，师命难违。可恶的夏月，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。要不是打不过他，好想揍他。这是干嘛？叶姑娘，夏大人让我们给您送沐浴的水，还有这个，这是胡穴止痛、舒缓筋骨的草药，让您泡上2颗钟。这是开窍了，算你还有些良心。大人，查到了，查到是谁把换命符放到姚海峰书房了。老刘，你说我快饿死了。是城郊南山的一个安堂的如慧师太。姚海峰出事前几日，他来过一次，而且还在院子里消失了一段时间。那换命符8成就是他放。谢沙耶可认识这位如慧师太？我为何会认识？你们是同行啊？我又不是尼姑，为什么会和他是同行？你确实不是尼姑，但不都是玄门中人吗？你看，他也靠天意，你也靠天意，不是一家人也进一家门。我是看风水的，他是尼姑，根本就没什么关系的，好吧？还有，玄门中人是什么人？只听说有道门、佛门，玄门一听就是江湖邪教。不认识就不认识呗，这么激动干嘛？既然可疑，就去看看。如今天气正好，我也正想去山里转转，打些野味回来，给大家尝个鲜。大人，南山还有鹿，我还见过野猪。多打几只野鸡。
让林婶做酸辣鸡爪，特别好吃。尼姑庵里都是女眷，你们这么多男人，这会儿过去会不会不好？就在附近找个地方过夜吧，不然带着这些猎位，你是打算在静心庵院子里烤肉吗？你是觉得出家人真的不打人吗？佛家还有斗战胜佛呢，要是惹急了，大约是打了吧。你们过来看，庵堂里有情况。不知是否有人受伤生病？大人，要去帮忙吗？如果是有人生病需要紧急送医，需要拿铲子吗？总不能解释成是害怕路上遇到野兽用来防身的吧？如果是那样，从厨房里拿把砍刀不是更好？流沙、王统，你们跟着去看看，暗中观察，先不要打草惊蛇。是。走，现在庵堂应该无人，我们去看看。谢哥，你会武功吗？会一点，怎么了？没事儿。都是人，谁也没多长一双翅膀，凭什么他们就会飞来飞去？不科学啊！我早晚有一天。早晚有一天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早晚有一天要解剖一个会武功的，看看你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小叶想学武功，想学武功，这会儿学来不及了，而且你也吃不了那苦。学骑马哭的半个京城都听见了。要是学功夫，一定会有老百姓去六扇门吊一排告你扰民的。大人，我一定会尽快学会骑马的。要是学不会，我就去六扇门口吊一排。你一个人怎么吊一排？再说吊一排就能学会了？虽然学不会，但是全京城都可以看见六扇门是怎么逼死一个老实巴交的小姑娘的。你别冲动，慢慢学，不着急。可能是刚才那个被抬出去的人的血。有没有可能是什么人在山中受伤，被他们收留？可是伤得太重救不回来，所以就抬出去掩埋了。不是，这里只有血的味道，没有药的味道。如果有人受伤被救，除非是救回来立刻就死了，要不然的话肯定要救治。先回去，等王统他们回来再说。王哥、刘哥回来了，怎么样？他们是杀人灭口藏尸吗？还真不是，虽然没看清埋的是谁，但是他们说的话我们都听到了。说的什么？大概意思是，一个姑娘家，脸被野兽抓成这样，怪可怜的，还念了段超度经文。这么说，这个师太还真是个好人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与其猜来猜去，不如……小叶，你又要去挖坟？仵作就是仵作，年轻的女仵作也一样。挖坟这种事情，都一回生二回熟了。我也是半个修行之人，这种扰世者清净、损自己阴德的事情，我可不干。什么叫挖坟？一个可怜的女孩子被野兽所害，连具棺木都没有，就这么孤零零、凄惨惨地躺在荒山里，你们忍心吗？姑娘也许是和家里闹了别扭跑出来的，碍于面子不好回家。师太是出家人，当然要顾着她自己的意愿。可是姑娘的家人呢？说不定还在苦苦寻觅。那依你之见，当然应该把姑娘从土里挖出来，找如慧师太问清楚身份来历。若是能找到家人最好，若是找不到，给她置一具棺材，做一场法事再下葬。感情是王统流沙出体力，我出钱，谢芷做法事，你出一张嘴。是这样没错，但这有什么不妥呢？毕竟只有我身无长物，一穷二白啊。好有道理，我竟然无法反驳。从这伤口的角度看，这一刀确实是自己捅了自己，是自伤，而且有重复伤。怎么说？有部分伤口边缘已经开始化脓，但是致命的这一刀是新鲜的，所以我觉得基本可以判断，这个姑娘是自己取得心头血。心头血？这么说，姚海峰的死可能和这个姑娘有关。这绝不是巧合，而且这个姑娘应该是在知道姚海峰死之后，她也自杀了。我想给她好好检查一下。虽然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但是你别害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
我只是看一看。怎么了？你自己看吧。怎么会有如此伤痕？他是否生前被人虐打？这不是鞭子抽打出来的痕迹，像是野兽抓的，还有一些应该是藤蔓刮的。这些伤痕已经全部愈合了。这么重的伤，再看他如此瘦弱，一定没有得到很好的营养。从疤痕的增生情况来看，我推测他受伤的时间至少在2、3个月以上。这个姑娘很可能是跌下山崖，然后受到了野兽的攻击，但是侥幸未死，可是身上的这些伤痕却永久的留下了。如果这姑娘是被姚海峰害得摔下山崖，伤成这样，那这心口血换命符都情有可原了。看来我错怪如慧师太了，能够收留这姑娘，还安葬了她，替她超度。如慧师太真的是慈悲高人。这姑娘的后事我来办吧，我会好好超度她的，你们放心。那这里你处理一下，王彤打个下手。我们去一趟静心山。我们是六扇门的，有些公务想要询问一下如慧师太。大人有什么事情，尽管问吧。这是师太的东西吧？前几日有人看见你将这个放进了姚海峰的书房。是，这是贫尼的东西。如慧师太可知姚海峰已经死了？我知道。那师太是否应该对我解释一下，这换命符是怎么回事？这换命符啊，其实他和姚海峰的死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大人难道相信这种无稽之谈？将一张纸放在一个人身上，就能左右他的生死？师太，现在是我问你，不是你问我。六扇门查案，还请师太如实相告。请稍后。这是我之所以将换命符放在姚海峰的书房，一来是为了成全一个可怜女子临死前的念想，二来我也希望姚海峰受到应有的报应。我佛慈悲，可度一切，但贫尼惭愧，贫尼修为不够，尚做不到冷眼相看修来生，其中原委，且听我细说。他陆青雨是我在山沟挖野菜时发现的，他当时已经困了2个多月了，身上、脸上都被狼抓伤了。他虽然没死，却油尽灯枯。他知道自己活不久了，便求贫尼问我有没有办法可以报仇。他还说，若世上真有佛，佛祖也会支持他的。我觉得他说的对，如果我拒绝他，他会死不瞑目，而恶人依然逍遥人间。如此说来，她是被姚海峰害的。她本是一孤女，活得便苦。那日在山上挖山货，遇到了姚海峰。姚海峰见山里无人，便动手动脚。陆姑娘就是为了躲避，才慌不择路掉下山崖。姚海峰竟然光天化日如此作恶，真是胆大包天！为何不报官？报官？夏大人，贫尼虽然在山中修行，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。他无证无据，无权无势，报官又能如何？能告得了姚海峰吗？官府会站在他这一边吗？此事贫女也知做得不妥，大人既然来了，但凭发落就是。至于大人所说姚海峰的死是否与换命符有关，这就见仁见智了。就贫尼而言，倒希望他是有关的。多谢师太告知，师太放心，我们会找到陆青雨的家，帮他安葬的。告辞。大人，我们在陆青雨家中发现了很多人物画，是同一个人，但很奇怪，都没有脸。我们就打听了一下，你猜怎么着？别卖关子。画上的人叫柳胜阳，据说
他经常来找陆青雨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个柳胜阳是萨佑新的师兄。萨佑新家逢大郡，无奈嫁给姚海峰，陆青雨又是被姚海峰害死的。这个柳胜阳又是萨佑新的师兄，和陆青雨又可能是情侣关系，这难道是巧合？如果很多巧合在一起，或许就不是巧合了。刘莎，立刻去找这个柳胜阳，一定要把他找到。这是什么？这是37年前的案子，当时在北方理想镇出现了一个仙女。这个仙女引来许多男子倾慕，一日她挑选了几个合意的，递了帖子相约。后来那些前去赴约的富商全部被害，埋在地窖之中，凶手至今下落不明。大人，你是在怀疑如姬师呆和他的徒弟？虽然年纪差不多，但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，见着谁怀疑谁，这是捕头当久了的职业病，得治。我并非一点关联都无，凭空怀疑。卷宗记载，这个凶手手腕上有一处疤痕，如惠太太的手腕上也有一个疤痕。大人，你真是思绪敏锐，这也能联想得到。而且几十年前的案子，大人当时甚至都没出生，可见是将六扇门的旧年悬案都记得滚瓜蛋熟，了然于胸。悬案不是死案，一日未破，一日就是六扇门的责任。陆青雨的事情自然要查，这个如惠师太也需再进一步调查一番。那这案子怎么查？而且会很危险吧？能杀那么多人，这个凶手是不是武功很高？那倒未必，恰恰相反，武功不够才用美色凑。如果武功足够高，想赚钱太容易了，想杀人也太容易了，何必还如此谋划，遮遮掩掩，隐瞒卖笑，刻意讨好？大人，姚家又死人了，肋骨断了3根，初步怀疑是断裂的肋骨插进了心脏，引起心脏大出血，没有其他问题。目击者说，当时梁志源牵着马穿过人群，刚上马，这马就不知道为什么跟发疯似的，猛地一下抬起腿来，将他摔落在地。他还没来得及爬起来，就被落下的马蹄踩在了胸口。小叶，你觉得梁四杰的死是个意外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能说从目前死者的死亡原因来看，是个意外。我也不知道他的死是否是意外，但是这个梁泽门是日常跟着姚海峰的4个人之一。从姚海峰案开始，现在都是巧合，意外，这反倒让人觉得不是意外了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果然不是意外。一根钉子，这钉子放在马鞍上，有人坐上去后就会扎破马背，马儿自然发狂。当时陪着姚海峰踏青的一共有4个随从。大人，你说凶手会不会真是柳胜阳？他还会继续动手吗？很有可能。王统，你现在立刻去查一下剩下那3个人，如果他们不说，可以用些手段。明白了，大人。我们没有柳胜阳的画像，实在太难找了。不过，我觉得萨佑新可能会有线索，我去找他问问吧，或许会有收获。也好，去吧。我们伪装成刺客，吓唬了一下仆人丁冲。这家伙虽然吓得半死，但就是不肯说当时在南山发生的事情。再上点强度。小叶，你去找萨佑新是有柳胜阳的线索了吗？没有。萨佑新认识柳胜阳，也认识陆青雨，不过他并不知道柳胜阳住在哪儿。我不是在想这个，我是在想姚海峰突然死亡，如果是他杀，最有可能的还是毒杀，但银针试毒能试出的毒药范围实在有限。你的意思是他中了查不出的毒？对，姚海峰看起来没有中毒迹象，那么很可能是中了某种慢性的毒，比如麻黄、生麻、甘草、当归、半边灵这些，长时间小剂量服用会引起心悸等毛病。我今天去找萨佑新，还查到他有癸水不调之症，经常会吃药，其中就有当归。这应该就是巧合吧？当归这药，我记着很多药方里都会有吧？六哥，你想想，自从姚海峰的案子发生以后，已经有多少巧合和意外了？所以，你觉得姚海峰其实是萨佑新杀的？只是怀疑。明天我再去找一趟萨佑新。大人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八姨太，
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坐吧，姚家的人还不知道这件事情，你还有机会，可以跟我解释一下。我恨他，每个人都说他是善人，在我家破人亡的时候救了我一命，但我心里清楚，我家的事情和他脱不了关系。我家虽然没什么钱，可平平静静生活了这么多年，然后我被他看上，拒绝之后家中连遭变故，父母弟弟惨死。说这是意外，我死也不信。我就说嘛，这种事情他怎么可能不怀疑？但是我没有证据，我能说给谁听？就算去衙门告状，谁会相信我？那梁哲明呢？梁哲明怎么了？梁哲明死了。他就是姚海峰的狗腿子，跟他做了多少丧尽天良的事情。不仅仅是他，还有那几个都不是好东西。我只恨自己没本事，要不然的话，姚家死绝了那才好呢。这几个月，我确实往姚海峰药里加了当归，但是这远不足以致命。他是做了噩梦，被自己吓死的。至于为什么做噩梦，我就不知道了，大约是亏心事做多了吧。大人，所以你要把我抓去六扇门吗？我不抓你，我只是来了解一下情况。不过我会将这些如实禀告给大人。你若是有什么苦衷，有什么想说的，都可以告诉我。能不能请大人帮我将这朵花烧了？多谢。既然你如此恨姚海峰，为何要为他戴白花？虽不算披麻戴孝，也是一种祭奠吧。大概是想让人以为我对他有情，就不会怀疑我吧。大人，出大事了！大人，重大发现！王统先说。偏心！大人，那个凶手真对丁聪下手了。所以丁聪也死了？没有，这家伙早上去吃面，心神不宁打翻了碗，旁边的流浪狗上来舔了2口，当场口吐白沫。凶手是面摊老板？不是，老板在巷子口摆了几十年摊了，不可能是凶手。他说今早有个可怜兮兮的年轻人，说忘带钱没吃饭，问能不能给碗面，愿意帮老板打半天杂换。有没有看清长相？没有，说是戴着遮脸的帽子，没有看清。陆青雨是老爷害的呀，我们也是没办法，只能听命行事啊。我问你，姚海峰的八姨娘萨幼欣嫁进姚家之前，父母弟弟都死了，这件事姚海峰有没有动过手脚？八姨娘家里的事都是梁泽彻负责的，我真不清楚。但是他弟弟萨好其实本来可以不死。怎么说？大夫说虽治不好但能活，只是要花很多钱。但是萨好非常不喜欢老爷，一个劲儿跟八姨娘说老爷是不安好心，所以老爷就……人渣！接着说，还有什么？我都说，姚海峰这些年干的缺德事太多了。大人，这案子怎么办？丁聪3涉辱罪在身，按律当斩。那萨幼欣呢？萨幼欣的所作所为，并没有直接杀死姚海峰。若姚家不追究，本官也可以不追究。大人，你真的是一个体恤民情、善恶分明、有情有义的好官。少说没用的，我还不知道你翻脸比翻书还快。怎么会呢？这会儿办的事儿合你心意，夸我是好大人。一会儿吃饭，林婶给我盛的肉比你多，你都要在心里骂我仗势欺人。大人，我刚才的话还没说完，我总觉得，就算萨幼欣给姚海峰下了毒，姚海峰的死也不全是因为毒。你怀疑什么？大夫说，那种轻微症状必须受到强烈刺激才能引发猝死。半夜3更，刺激从何而来？总不能真是做噩梦吧？萨幼欣选了下毒的方式，为什么不再忍3个月？等姚海峰中毒更深，发作更自然，他就更没嫌疑了。是什么逼他立刻动手？连3个月都不能再忍？大人，你们看这个。你们干嘛呀？我有话说。站住，别动，就站那说。这是我从姚家拿回来的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们躲什么？小叶啊，这都是死人用的东西，你拿来是不是不太好啊？这不是从姚海峰灵堂拿的，是萨幼欣给我的。你们看仔细点，不一样的。确实和姚家旁人戴的不一样，精巧许多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我也有点眼熟，眼熟，太眼熟了。就是见过。看，这是陆青雨画的，一模一样。萨幼欣说戴这花是为了纪念姚海峰，
可他恨姚海峰入骨，怎么会纪念他？他纪念的是陆青羽。如今姚海峰死了，他也暴露了，知道在劫难逃，才了却念想。他们关系不错，萨有心纪念他也是理所应当。可姚海峰死后，萨有心就被关了起来，他怎么知道陆青羽死了？还有柳胜阳，他去找过陆青羽，但都没找到，应该也不知道陆青羽已经死了。可为什么突然对梁哲明和丁聪下手？去找萨有心，他一定知道柳胜阳在哪里。他和柳胜阳是商量好的，同时动手。柳胜阳在哪里？柳胜阳是谁？被你爹害死的那个姑娘的心上人。果然，青羽果然死了，果然被姚海峰害死了。你从何处得知陆青羽的死讯？姚海峰有一日回来后心神不宁，第二天我看见他和丁从几人鬼鬼祟祟说话，偷听到的。他们说在南山害了一个姑娘，那姑娘身上带着一副没脸的男人画，我就知道那一定是青羽。所以你一直和柳胜阳有联系，是你告诉他陆青羽死讯的。刘师兄去南山找了10几日，生不见人死不见尘，他整个人都不对了，他要报仇。他打算怎么报仇？我不知道，我最后一次见他，他什么都没说，但我害怕他太着急，做出失去理智的事，所以我想来想去，决定先动手。那你到底是怎么动的手？这是谁？这就是被你爹害死的姑娘。有件事情现在可以告诉你了，陆青羽没有破尸荒野，我们把他带回来下葬了，就在他家旁边的树林里，丧事请师傅办的，一切都安顿好了。谢谢你安葬了青羽，我求求你，救救柳师兄吧，他一定会去杀丁聪他们3个，我不想他出事。柳胜阳现在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们怎么联系？之前说好我要找他，只要去杂货货门口放一把伞就行，可后来就联系不上了。我猜他是要杀丁聪他们，不愿连累我。我有一个办法，可以引他现身。柳胜阳和萨佑心一样，知道陆青羽出事了，但没见过尸体。如今有了消息，他一定会来看。就算不来，过几日就宣布尸体无人认领，给陆青羽下葬。我不信他忍住一眼都不看。柳胜阳如果警觉，可能不会亲自来，能无声无息杀梁哲民，这人心思缜密，这招请君入狱未必奏效。不要紧，六扇门里也派了人，有人上门认尸就扣下。张哥，今天有人来认尸吗？没有，不过来了个姑娘，说姓江，有个邻居姐妹失踪了几日，很担心。那姑娘长什么样子？那姑娘是不是长这样？夏大人，你说啥呀？这不是个男人吗？不对，细看还真有点像。可那是个姑娘，长得很秀气。这柳胜阳简直太狡猾了，竟然男扮女装。唉，可惜了，这次他猜到尸局，肯定不会再上当了。大人，我有个想法，我们何必死磕柳胜阳呢？什么意思？小叶，我知道你同情柳胜阳，觉得姚海峰他们死有余辜，但柳胜阳确实杀人了，不能不管。我知道，但一码归一码，柳胜阳杀梁哲民是一案，姚海峰害陆青羽是一案，萨佑新杀姚海峰又是一案，3个案子，我们可以先把前面2个查清楚的结案。那柳胜阳的案子呢？丁聪几人审完判斩，萨佑新怎么判看姚家意思。这2件事一公布，柳胜阳肯定不坐不住。我们手里有丁聪和萨佑新2个鱼饵，不怕他不出现。有道理，现在的局面像一潭死水，我们得继续把水搅浑。你们讨论完了？那我说说我打听到的。幻命符是从宫里传出来的，先帝时有妃子用来诅咒别的妃子，后来先帝驾崩，没生育的妃子出宫为尼，就这么传了出来。这东西也不真灵，还传出来，多无聊啊！还要不要听？听，你继续。本来这些妃子下半辈子该在尼姑院里吃斋念佛，但偏偏有人不愿意，有个妃子就想尽办法跑了。干得好，我欣赏他。如果我50岁，让我在尼姑庵里过下半辈子就算了，但我要是20岁，那肯定不行。要是你们甘心吗？那我们也不是女人啊。女人也是人啊，谁不想自由自在？老王不是这意思，宫妃出宫为尼，这是惯例，自然应当遵循。谢师爷接着说。
那妃子娘家是武将，自己会拳脚功夫，很有手段。逃出去后着实抓了一阵，无功而返。据说她手上有一块被火烫伤的疤痕。这跟仙女杀案有什么关联吗？我朋友见过秀女入宫画像，也见过仙女杀凶手画像，有8分像，而且都是手腕有痕迹。从逃跑的宫妃，到身负多起旧案的神秘女刺客，再到深山修行的尼姑，如果如惠师太就是这个人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放下屠刀，不等于从前的血债一笔勾销。这事先按住，等手头案子结了再查。姚海峰一案已查明，萨佑新虽曾下毒，但姚海峰的死具有偶然性。因为你们关系特殊，私下将你们叫来，是和解还是追究？有什么想说的，都说说吧。我没什么想说的。我有。八姨娘，我昨夜一夜没睡，想来想去，要和你说对不起。是我爹害了你，害了你弟弟，他死是报应。大人，我代表姚家不追究八姨娘的过失。八姨娘若愿留在姚府，我定当好好安置；若要离开，我奉上一笔钱财，算是姚家的亏欠。我想离开这里，离得远远的，再也不回来。既然两边谈妥，互不追究，萨佑新不可将姚海峰的事情说出去，姚文松也不再追究萨佑新的责任，这案子结了。想什么呢？我觉得姚文松这么轻易就答应了和解，有些太简单了，就像是迫不及待在等着我们说一样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姚海峰可是他的父亲，一个儿子真的能这么轻易原谅自己的杀父仇人吗？他们做银楼生意的最在乎名声，或许是怕这事情宣扬出去影响生意吧。可是他为什么就那么轻易地相信了萨佑新？如果有人带着关系到我家族生死的秘密，即便他答应不说，我也不会放心的。放心吧，我想过姚文松可能会杀人灭口，所以派人在暗中保护他。只要姚文松敢动，立刻就能抓人。真的只是如此吗？王哥，你被谁打了？我刚才在下面转，看见一个姑娘侧脸像柳生阳，我就跟了上去。她发现我走得更快，我追上去把人扑倒，结果是个真姑娘，不是柳生阳扮的。虽然我解释了又解释，姑娘就是不信，就喏。老王，你得感谢人家姑娘心好，不然拉着你去见官，大人都要跟着丢人。你们还笑，丢死人了都。等一下，我们其实都没亲眼见过柳生阳，那有没有可能，其实柳生阳就是女的？不可能吧？她不是萨佑新的师兄吗？和陆青雨又是一对，萨佑新还倾慕她，怎么可能是女人？这世上，男人喜欢女人，女人喜欢男人，男人喜欢男人，女人喜欢女人，都是正常的。还有人男女都喜欢的。你都见过？那倒是没有，不过听过。世上那么多人，形形色色，有什么样的不都正常吗？小叶说的不是全没道理，我们谁都没见过柳生阳，他是男扮女装还是女扮男装，确实不好说。早知道偏着被骂登徒子，也要把人抓回来。如果柳生阳真是女人，萨佑新肯定知道，他在故意瞒着我们。或许他还能联系上柳生阳。等等，如果他们真的还能联系，如今姚海峰已死，丁聪等人要问斩，大仇得报，他们最可能会去哪儿？去祭拜陆青雨。乖，就是这样。回去给你买地瓜、买萝卜、买苹果。嘿嘿，就是这样。驾，冲上去，追上前面那个黑的。慢点，慢点，救命啊！大人，我技术还不错吧？怎么样？有异常吗？萨佑新中午就来了，一直烧纸说话，半个时辰前又去一个姑娘，到现在没出来。小叶真是神了，他们果然都在这儿。抓人！师兄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师兄你怎么这么傻？是砒霜，已经死了。为什么青雨死
友都死了，你只要跑得远远的，没人能抓住你的。赛佑心，你的柳师兄是个姑娘。是，不过这有什么影响呢？我还是喜欢他呀。男人有什么好？粗鲁、傲慢，只会欺负女子。师兄又温柔又体贴又斯文，比臭男人好多了。师兄和青羽互相爱慕，我没什么好说的，我心甘情愿祝福他们。可是青羽不在了，他为什么不能陪着我？叶大人，我能把师兄也葬在这里吗？他们活着不能在一起，死了就让他们在一起吧。可以，但尸体要先带回六扇门验明正身，之后你来认领，再办后事。哈哈，自从小叶来了以后，咱们这破案效率是直线上升啊！又要赏钱可以拿了。可不是嘛，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咱们大人的英明神武，加上小叶的聪慧机妙，简直无敌呀！小叶呢？他去给柳生阳验尸了。验尸？这案子不都真相大白了吗？还有什么可验的？接下来，不应该是我的环节了吗？不知道，回来就心不在焉的，非要去验尸。小叶虽然平时嘻嘻哈哈，但最是心善，估计是可怜柳胜阳，想要给他好好整理一下仪容吧。错了，错了，全错了！这不就是个普通的祥云图案吗？咦，这应该是化龙寺的祥云。没错，就是化龙寺的祥云。每逢初一、15，香客进香时才会画。梁哲民死那日正是15，柳胜阳应该正在化龙寺烧香。这图案很普通啊，会不会其他人模仿的？化龙寺的金粉彩墨是特制的，别人模仿不来。化龙寺在京郊，起码最快也要4、5个时辰。如果是柳胜阳，当天上午根本赶不回来。没错，所以杀梁德明的根本就不是柳胜阳。我回来时还问过去保护萨佑心的捕快大哥，他说柳胜阳去祭拜的时候什么都没带，那酒菜都是萨佑心带的。所以你觉得是萨佑心杀了柳胜阳？可他为什么要杀柳胜阳？完全没理由啊！也可能是柳胜阳带了砒霜，后来放进酒里的也说不定啊。这2个疑问，我也始终没想明白。我们可以回到案件最初，梁哲民的死，谁动手最方便？姚海峰的死，又是谁获利最多？给马做手脚这事，肯定是姚府的人最方便，比如姚文松。而且姚海峰死了，姚文松就成了新家主。这么看的话，那姚文松也很可疑了。我想起个事儿，那天和老刘我们去姚府调查，听见有人偷偷议论，老爷死了，大少爷总算熬出头了。可不是吗？大少爷怎么说也是嫡长子，可怜支出10几两银子都要被骂，我都怀疑大少爷是不是老爷亲生的。若是这样，姚文松倒还真有了动机，但儿子杀了父亲，这可能吗？我之前就觉得姚文松答应和萨佑心和解太简单了，一个儿子怎么可能原谅自己的杀父仇人？但若真是萨佑心和姚文松之间有什么交易，那就不用猜了，我有个办法。萨佑心和姚文松有没有问题，一试便知。谁？我是姚少爷派来的。你是姚少爷的人？少爷有话让我告诉你。什么？少爷说，你知道的太多了。为什么？少爷为什么要杀我？他明明答应过一阵子就接我回去的。我果然不该相信，姓姚的怎么会有好人？我知道那么多，你肯定容不下我，你不能杀我。我要是失踪了，官府一定会怀疑你们，你们跑不掉的。少爷若是怕我说出去，我可以走得远远的，这辈子都不回京城。夏大人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说呢？你应该庆幸是我们在这里，要不是我们一直担心姚文松要杀你灭口，也不会抓住他派出来的杀手。我们只是吓唬你说几句话，你以为杀手会这么客气？说吧，把事情原本说出来，说不定还有一线希望。
你要明白，自始至终同情你、想要救你的人，其实只有我们。我万万没想到，姚文松连我都要杀，但他是连亲爹都能杀的人，杀我又有什么奇怪？其实我给姚海峰下慢性毒药，才1个月，姚文松就发现了，但他没拆穿我，反而以此要挟和我合作。为什么？姚海峰非常多疑，独揽大权。姚文松虽是嫡长子，多用银子也要被训斥。何况看着姚海峰不停纳妾，对他母亲不闻不问，心中早就忌讳。梁哲民呢？是谁杀的？也是姚文松。梁哲民怀疑姚海峰的死和姚文松有关，就勒索他。正好又有柳胜阳这个你们认为的凶手在，姚文松就一不做二不休，把他杀了。那柳胜阳呢？你要杀姚海峰可以理解，可柳胜阳是你的心上人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青雨走了，他最放不下的、最不舍得的，自然是柳师兄。柳师兄那么爱他，为了他都可以杀人，难道不应该去陪他吗？所以你喜欢的其实不是柳胜阳，而是陆青雨。姚少爷，萨佑新什么都招了，跟我走一趟吧。娘，孩儿不孝，不能给您养老送终了。案子破了，这是赏钱，1人5两，放假1天。老话说得好，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有了小叶，大人发赏钱都爽快了。我们都是沾了小叶的光啊，可不是嘛？这案子这么多的弯弯绕绕，要是咱们，可能早就2眼一抹黑了。但有了大人的英明神武，加上小叶的聪慧细心，哎，他就给破了。所以啊，我是真佩服咱们大人和小叶，那叫一个厉害。低调，5两而已，这不打发要饭的吗？真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这么高兴。哎，花了算了。今晚醉太白，我请客。就这酒量，还和我吹牛呢？不会喝就少喝点。我没醉。夏大人，一会儿我有事找你，你在房里等我。你来我房里也行。小叶要去夏大人房里干什么？今晚莫非有故事？莫非他还不好意思？也是，这种事情还是要我主动一点才好。把门开着。为什么？你身上那么重酒味儿，想熏死谁？我换过衣服了，没有味道啊。夏大人，先还你5两银子。你这么晚急着找我，就是为了这个？对啊，不然呢？这种小事以后不必这么着急。我还以为是仙女杀的案子，你有什么新想法？暂时还没有。大人，你不写个收帖给我吗？现在我只欠你42两了。走，赶紧走，把门关上。大人早点休息。果然是我想多了，好险，幸亏我没有去找他。谢哥，你怎么还没休息啊？这么快？我就是去还钱啊，当然快啊。啊，就这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无聊，浪费感情，睡觉。怎么都奇奇怪怪的？谁啊？我。夏大人，有什么事儿吗？给你的。什么东西啊？你的钱都还我了，所以想着，算了，你自己看吧，别多想。我对每一个员工都是很关心的。哦，对了，你准备一下，我们一会儿去南山继续调查如慧师太。什么啊？奇奇怪怪的。知道我没钱，还知道送化妆品，而且看着就不便宜。这个下卧有时候也是很好的嘛。天啊，这都是什么死亡色系？这是完全不懂化妆的男人让胭脂店老板配的冤大头套餐啊！哎，
算了，总不能还回去打领导的脸，就当没发生吧。好在现在皮肤白，死亡色系应该勉强也能用吧。大人，就算如惠师太真是仙女杀的凶手，如果她金盆洗手了，咱总不能无限期盯下去吧？暂时我也想不到什么好的办法，时间太久远了，能查的线索早就没有了。大人，师父请你们过去，有事要告诉你们。既然师太这么直接爽快，我们若还躲在暗处偷偷摸摸，就小家子气了。走，去拜访一下。刚才躲得很好，一会儿要是打起来，动作麻利点，保护好自己。放心吧，大人，我肯定会躲好的。师太有什么话可以直说。我想说的就是夏大人想知道的。万万没想到，我隐居在此这么多年，会暴露在这一个小小的伤疤上。你怎么知道我在找你？从我为陆姑娘用换命符开始，就知道自己躲不久，但没想到这么快。夏大人不愧是六扇门总捕，消息灵通，观察敏锐，心思缜密。不敢当，还是被师太发现了，或者说下官该称呼一声惠妃娘。已经很多年没有听人这么称呼我了，都快忘了自己还有这样一个身份。所以你就是当年从感业寺逃出来的惠妃？是我。那37年前你在何处？李奇镇。当年我一路北逃，到了李奇镇走投无路，一个好心的夫人收留了我，可是没多久她就死了。官府说是疾病，但我知道并不是。她丈夫在外面看上一个女人，又想霸占她带来的嫁妆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就把她害死。夫人对我有恩，我不能看她枉死，但我不能暴露身份，也不能报官。所以你杀了她？我没有立刻杀她，我杀了她，我也走不了。而且恶心的不仅仅是她一个人。素念当时只有6岁，被赌博的爹卖了。虽然她只有6岁，但她遭遇的是你们都不曾想过的。当时我心中不平，恨死了那些男人。我觉得自己早晚被抓，不如大隐隐于市，把那些不配活着的男人都带走。当年你将他们杀死后，卷走财物，如何躲过重重搜查？大人，丑人想扮美不容易，美人想扮丑，只要不怕脏，还不容易吗？不好，快救人！是砒霜，已经没了。不好，他刚才喝的水里有砒霜。夏大人，若是可以，请将我们师徒就葬在这里。那些钱我早已散尽，命，如今命也可以还了。别难过，你和如姬师太做了那么多的好事，下辈子一定能过得很好，会有各种各样好吃的，漂漂亮亮的花裙子，还有很多好玩的。对了，我告诉你一个地方。你在跟谁说话？跟素念啊，告诉她不要那么难过，下辈子一定会很好很好的。你说的对，检查的怎么样？如慧师太左臂手肘关节有一点错位，曾经骨折过，但能进宫做妃子的都是千挑万选，不应该会要一个手臂骨折过的女子吧？能看出什么时候骨折的吗？不同阶段骨头生长速度不一样，年幼时骨折容易长好，年纪大了就很难完全长好，只有解剖才能确定。那能否看出她是否生育过？肉眼来看没有妊娠纹，但也不能确定。有些人就是不容易留痕迹，但如果解剖，可以从宫口形状判断是否生育过和大概生育年龄。仵作都对解剖情有独钟吗？大人，您是在怀疑如姬师太不是惠妃吗？这可是一桩37年的悬案，总感觉有些太顺利了。惠妃很年轻就进宫了，并未生育过，虽然逃出来以后可能生了，但还是想搞清楚。你怎么看？我不知道，但大人身为六扇门总捕头，您怀疑肯定是有道理的。好，那就解剖。你需要谁帮忙吗？随便都可以，只要帮我记录一下就好。好，我这就去给你找人。需要解剖尸体。解剖？不好，我感觉死去的记忆正在攻击我。大人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刚刚老张找我有事，我先去了。大人，老张也找我了，我也去了。
师爷，你怕不怕血？怕不怕死人啊？大人是瞧不起我吗？我是学风水的，见过的死人怕是比你还多，怎么会怕尸体？那就太好了，那就你去帮小叶吧。谢哥，你行不行？小叶，哥告诉你，千万不要问男人行不行，这是侮辱，知道吗？抱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担心会吓到你。吓到我？小叶，你是忘了哥是干什么的了？赶紧开始吧。林婶今天炖猪蹄，我还等着吃呢。好，那我开始。大人，谢哥太不靠谱了，我才刚开始，他就说要去给我倒杯水，结果就再也没有回来。果然，我就猜到了会这样。解剖结果怎么样？大人，你还真猜对了，如慧石怕很可能真不是慧妃，她骨折的时间应该在10几岁的时候，而且她生育过不止1次，从骨盆恢复的情况看，最少有40年了。一个骨折还生育过的人，怎么可能被选进宫？果然如此，但他为什么宁愿自杀，也要误导我们呢？我猜，他们一定认识，还有非常密切的关系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为另一个人去死的。有道理。大人，现在如慧师太死了，最后的线索也断了，咱们该怎么继续往下查？一，彻查静心庵，如慧师太和这件事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未必就不会留下线索。2，当时李习镇受害者送了许多珠宝，可以走访一下银楼和当铺，问问是否曾经见过。3，再去常和静心庵来往的南山村民家中，仔细问一问情况，看看是否有人见过静心烟，有什么奇怪的访客。大人英明，这么快就想到了对策，不愧年纪轻轻就成了6扇门总捕骤，佩服佩服。低调。咦，对了，今天怎么都没人来吃饭呢？不用等他们了，估计今天是都没什么胃口了。为什么？大人，重大发现！王哥，先喝口水。谢谢小叶。大人，我们在南山附近做了全面调查，如慧师太口碑不是一般的好，但她30几年没有收入，却不停救济村民，钱从何来？我们就顺着这一点，着重搜了一下静心庵，没想到竟然在静心庵旁挖出了成堆的碎银子和铜钱。为什么是碎银子和铜钱？因为方便携带，如慧师太不常出去。如果是银票和元宝，很难花出去。有道理，这些钱应该都是当年仙女庵那些财宝换的，而且一次肯定不会兑换太多，不然凭借如桂师太和素念2个人根本拿不动。所以这些年肯定在陆续出手，甚至最近也可能出手过。若是这样，顺着这条线就肯定能找到线索。我已让谢芷去查了。对了，我还打听到有一个女人曾经几次去找过如姬师太，可是她每次去如姬师太都不在。有没有看清那女人的长相？没有，那女人始终戴着能遮脸的帽子，而且最近一段时间还来过一次。不出意外，这个女人应该就是真正的慧妃。可是每次都没见到，这太奇怪了。难道是如慧师太在故意躲着她吗？为什么呢？大人，找到了！谢哥，你即便讨厌我，也不用表现得这么夸张吧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看到你就想起昨天。过2天就好了，对不住。谢芷，找到什么了？大人，找到2颗猫眼石，就是当年仙女案中的一件珍宝，是一个叫程耳的小混混，前段时间出手。程耳在哪？我打听了一下，这时间应该在青楼。王统，立刻去抓人。是。你去干什么？抓人啊！我去给王哥帮忙。帮忙？你去给加油助威吗？也不是不行。你是想去见识青楼吧？你脸上跃跃欲试的表情出卖了你。别想了，
那地方真的不适合姑娘去。大人冤枉啊！那2个石头不是我的，是我偷的。从哪儿偷的？就我家后面一户，姓王，叫王熙。那天晚上我回家，看见他门掩着，我想去提醒他关门。我刚走到门口，看见院子里有人。我等他们走了，做了点手脚翻进去，往包裹里摸了一把，摸到一对耳坠。然后王熙回来了，我就跑了。还有呢？还是王熙。我钱花完了，又去他家转了转，找到一个翡翠镯子。好啊，和你做邻居真够倒霉的了。看起来王熙家里好东西不少。我亲眼见的，床底下一个箱子都是珠宝，我怕拿多了被发现，这才就拿了这一个。带路，去王熙家。大人，看来王熙已经跑了。应该是知道了如熙师太的死讯，所以提前跑路了。怎么办？王熙肯定常年在京城周边帮如熙师太出货，重点查王熙常去的地方的银楼和当铺。我们分头追。大人，这都8家了，我能问问，咱们这么黑白不休的找，有加班费吗？有，朝廷不发，我补给你。行了，清泉镇还有最后一家当铺了。如果还没有王熙的消息，我们就回去了。大人英明。大人，你吃过不放山楂的糖葫芦吗？不放山楂，那放什么？比如草莓啊、橘子啊、苹果啊、五花肉啊、大蚕蛹啊。此人叫王熙，牵扯连环杀人案，你可认识？大人，这人今天白天刚刚来过。你确定？确定，就是上午，他来当了几件物品。可知他去了哪里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他今晚住在哪儿。住在哪里？就在双溪客栈。他不是今天不想走，而是明天一早要跟着商队走，说要往西域去。大人，就是这间了。他们3人进去很久了，一直没有出来。都死了，死亡时间在1个时辰以上，都是被扭断了脖子。凶手应该会功夫，而且指痕细长，应该是个女人。可恶，又晚了一步。你今天下午可看见一个女子出入这个房间？有，他还问了我，这个房间住的是不是一家3口呢？长什么样子？什么口音？什么年纪？我不知道啊。他戴着帽子，那种整个把脸都遮着的帽子，帽子边上垂着纱，脸全罩住了。那口音呢？行刑呢？这么高吧，不胖不瘦，感觉非常普通，就是那种丢在大街上就找不到的普通人。声音总能听出年纪吧？低沉还是清亮？冷漠还是温和？温柔，而且年龄应该不大。房间打扫很干净，窗外也没树，这叶子很可能是凶手带来的。王熙死了，线索又断了。即便这叶子真的是凶手带来的，但想通过一片树叶查出线索太难了。大人，那树叶有线索，我们找了京城所有花匠打听，京城里并没有这种树，这种树只有南山才有。这么说的话，一切就解释得通了。凶手肯定是刚好去找如慧师太，
恰好听到如溪师太出事了，所以才迫不及待地赶回去杀人灭口。南山附近并没有卖马的，想进京除了步行就是要坐马车。当时凶手肯定很着急，所以肯定会选择马车。所以只要去调查那几日南山附近谁驾车来过京城，或许就能再次找到线索。看看，这你一言我一语的，就是默契哈。哎呀，要不怎么说，简直是天生一对儿啊！王统、流沙，立刻去查。大人，这也太巧了吧！我们刚要查这些车夫，这人就出事故死了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？绝对不是巧合。小叶，检查的怎么样？不是意外，是被人扭断脖子的。车当时的确翻了，但人摔出去并不致命，是后来被人扭断了脖子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军中常用的绊马机关。惠妃周门之后，肯定知道这东西。看来我们的猜测8、9不离10了。真正的惠妃可能真的还活着。下一步怎么办啊？线索又断了。这个凶手简直太狡猾了，总是快我们一步。最近用了夏贝送的护肤品，皮肤竟然好了点，这才像个28年华的小姑娘呢。大人，想了这么久，有什么头绪了吗？没有。天大的案子，要不明天再说吧，咱们俩先睡吧。什么叫咱们先睡？咱们是能一起睡的吗？我的意思是你也先睡，我也先睡，咱们不在一个地方睡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去睡吧。别刷了，赶紧跟我出去一趟。大人，你有线索了？我昨夜想了一夜，虽然车夫被灭口了，但他去清泉镇杀人，肯定要在京城换马。京城卖马的人有限，可以从这里下手。大人不愧是大人，我怎么就没想到？行了，别拍马屁了，赶紧的，这回不能再被凶手抢先了。老詹，今天生意怎么样？还行，夏大人，那阵风把您吹来了。找你打听个事儿，前几天有没有一个女人来买马，很爽快，付了钱就走，一点都不讨价还价那种？有啊。那还记不记得她长什么样？当然，这才2天，我记性再差也不至于记不住。她没戴帽子。戴了呀，姑娘怎么知道的？我猜的。那你是怎么看见她的脸的？你有所不知，老三卖马讲究缘分，不光有钱，还得马喜欢你，必须脸对脸让马看一眼，你看上马，马也看上你，才能卖。还真是个好习惯。可是，那人为什么冒险摘下帽子呢？这个简单，这里距离王熙家最近，他发现王熙不见了以后，肯定很着急，为了赶时间，这才来了最近的马市，冒险摘下了帽子。有道理。可是他为什么没对老詹下杀手呢？这里是闹市，不是那么好动手的。当然，也可能是还没来得及吧。老张，走，跟我去6扇门，把看见的人画起来。要是人没错，你就立大功了。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女人有些眼熟？是很眼熟，可是在哪儿见过呢？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我们去王熙家找王熙时就见过她。别敲了，人不在。这个王熙啊，隔3差5就会出门的，最近应该是去进货了。对，就是他。我们到处找凶手，没想到凶手竟然就在我们身边。可是这是个年轻女子啊，不可能是当年的惠妃，年龄完全对不上，和我们之前看的惠妃的画像也一点不像。也许是惠妃的女儿，或者有其他的关系。不管什么关系，只要把人抓到了，一切就都清楚了。走，立刻抓人。我儿媳妇出门去了，走了有4天了。她去一个叫静心庵的地方，每年都去，和庵堂里师太很熟。前几天听说师太过世了，跟我说要去时间长一点。你儿媳妇以前是京城人吗？是啊，从小父母双亡，她嫁过来以后，我家日子才过好了。可惜我儿子福伯死得早，也没留下一儿半女。哇塞，要饭原来这么赚钱的吗？
夏夜误我。怎么，后悔加入六扇门没有去要饭了？这家伙真会读心术吗？怎么可能？跟着大人，那做的可是匡扶正义的有意义的大事儿，岂能是钱才能衡量的？那个大人，这是我自己要的，能留着吗？留着。大人英明。他果然来了。等等，来都来了，就让他上炷香吧。束手就擒吧，你跑不掉了。我们也不想在如慧师太灵前做扰她清静的事，所以才由得你烧完香再动手。你们是六扇门的人，这是你们设的局，不然怎么能引你出来呢？真是没想到，你们连死人都要利用。不，你想到了，但因为这是如慧师太的告别，所以你必须来。你说的对，其实从师太死的那天，我就想到了今天，37年了，你们没放弃那桩案子，如慧师太也没有原谅自己。带走。没想到37年前一别，我们真的再没有见过。惠妃娘娘，终于见面了。你就是六扇门总捕头夏月夏大人吧？我知道这几日你一直在南山找我。是，娘娘躲得好，让在下好找。躲得虽好，还是被找到了。不过我真的很想知道，你们是怎么知道我的存在的？客栈掌柜断定找王熙的是中年人，而我在现场又找到了白发，3个受害者又同时病命，所以我猜测凶手可能不止一人。老了，真的老了。我有很多疑问，希望娘娘能给我解开。夏大人，我有一事相求。如慧这37年没有一日不在忏悔，她救的人远比当年伤的人多。希望大人能念在南山村民的哀念之心，留下她身后的安静吧。这个我现在不能答应你，但我会如实禀告，也会将如慧师事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如实上报。大人，怎么说？什么怎么说？惠妃啊，人是我们抓的，就算送到了宫内，不在六扇门审，怎么判的也该告诉我们吧。李基镇仙女杀死了那么多人，前几天王熙一家3口，还有车夫，都是惠妃所害，你说怎么判？死罪难逃。真的都是惠妃干的？那如慧师太呢？素念呢？还有福彩云，他们跟惠妃都是什么关系？想知道？请我吃顿饭吧。昨天你要了不少钱吧？按理要上交，要是请我吃饭，我就睁只眼闭只眼算了。吃什么都可以。都行。老板，2碗阳春面，再来一个茶叶蛋。蛋给谁的？当然是给大人的。你不吃？我不吃，我回去吃。仙女杀的命案确实是惠妃做的。快说快说。她本有机会离开皇宫，可家中怕事不敢出头，她心中怨恨，从尼姑庵出逃。一方面是不要被禁锢，另一方面也存了报复家中的意思。惠妃逃出去后东躲先藏，一直到李启镇被于香怡收留。于香怡就是如慧师太，之前如慧临死前说的那些。什么意思啊？惠妃在于家住了一段时间后，于家出了事，于香怡的丈夫赌博输了钱，把于香怡和她女儿都卖给了青楼。畜生，这还是人吗？惠妃自然不能看着恩人受难去救人，但去的时候，于香怡母女已受了些罪。惠妃将人救出后，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，就设了仙女杀的局，把当时参与的人都骗到郊外杀死。大人，我能说杀得好？于香怡认为惠妃是为她杀人，心中无比愧疚，便要替她揽下这事。他们年纪相仿，长得也有3分像。于香怡在手上一模一样弄出伤痕，告诉惠妃：“你是替我杀的人，以后我就是你。”然后如慧师太就来了南山。于香怡在南山住下了，用如慧师太的名字行善积福。素念就是她的女儿，她铁了心不见惠妃，所以惠妃来了几次都没见她。那福彩云呢？福彩云是惠妃收养的孤女，从小教她武艺，她也学到了惠妃一样的狠戾性格。如慧为保护惠妃自杀，惠妃不知内情，怀疑一直替如慧换钱的王熙因财杀人，正好王熙跑了，惠妃更确定自己猜测去杀了王熙。那个福彩云很讲义气，知道惠妃一定会去拜祭如慧，所以先一步来了，希望能引开我们注意力，只是没成功。大人，如果有一天我被大官看中要逼良为娼，我抵死不从，
他又是你上司命令你抓我，你会助纣为虐，为虎作伥吗？是什么给了你自信？今天抹的桃粉色腮红吗？你就说嘛，我特别好奇。放心吧，要是我的上司真有吓成那样的一天，我一定带你去浪迹天涯。仙女杀案件，大家都辛苦了，这是皇上赏赐的100两，论功行赏，1人1个，剩下的其他捕快按劳分配。谢谢大人，大人英明。咱们大人本就英明神武，现在有了小叶，简直如虎添翼，这赏金拿到手软啊！谢谢大人。10两银子的收据，没错吧？没错是没错，可我本来还想抱着小元宝睡一觉再还呢。怎么了这是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儿，腿麻了。大人，那10两银子我能不能先不还你？我想重新计划一下，添置些东西。不过你放心，这笔钱我一定会尽快还的。谢谢大人。大人，你早上练功啊？我能看看吗？看看，我是卖艺的吗？我不会给钱的，不给钱就不算买。好，漂亮！大人太帅了，翻一个，再翻一个。大人，你的剑舞的太好了，累了吧？看你流了那么多汗，快擦擦。谢谢你夸我，夸得很好，以后不要再夸了。虽然刚才在舞剑，但总觉得是在耍猴。我自己就是那只猴，以后练剑一定要把叶彩棠赶出去，太分心了。大人，不好了，又有命案了！这里就是第一现场，2人同时在这里被杀，1人当场死亡，另1人重伤后挣扎爬出去求救，在院子里体力不支死亡。大人，院子里找到一把刀，这把刀和女死者伤口吻合，和男死者伤口不吻合。男死者伤口短且宽，应该是较短刀刃较宽的刀，而且2人伤口深浅也不一样，女死者伤口较深，男死者伤口较浅，所以他才能挣扎爬出去求救。所以说有2个凶手。但奇怪的是，现场到处都是血，却只有1个逃离的血脚印，可惜脚印到墙边就没有了。我们问过了，夫妻俩摆小摊子的，男的叫张书月，女的叫岳嫦娥，结婚好几年没孩子，最近也没见过什么亲戚朋友上门。那就先查他们是否有什么仇家，或者最近有没有和什么人争吵。大人，我们从岳产阁母亲那里得知，说张书月以前是唱戏的，戏班子里有个唱旦角的萧月娘，跟张书月不清不楚。萧月娘跟戏班子里敲锣的吴道陵成了亲，但张书月还常去听戏，他母亲怀疑肯定是吴道威撞破了2人的奸情，怒而杀人。不过我们去查了一下，吴道威并没有作案时间，所以线索又断了。知道了，继续查吧。这才多久啊，就遇见了这么多的命案，再死下去，观众们是不是就要叫我女柯南了？哎，睡觉。大人，您找我啊？换身衣服，带你去见见世面。见世面？见世面还要换男装？我们要去青楼吗？是不是查到张书月在外面生活不检点？不过现在是不是有点早？青楼开门了吗？你就那么想去青楼？一个姑娘家，怎么对那种地方那么感兴趣？那不是好奇吗？大人去过吗？自然去过，不过我是办案，进去调查情况，不是去玩乐。大人，咱们为什么突然要去青楼啊？岳嫦娥有个老相好叫苏青，她告诉我，张书月有个同乡叫涂继仁，2人非常要好，但在过年的时候，2人却突然大打出手。原因呢？应该也是张书月怀疑2人有一腿，涂继仁在望春香当打手，那日鼻青脸肿回来抱怨，恰好被望春香的姑娘听到，又告诉了苏青。这个岳长河生活还真是多姿多彩。
那天，图哥照例来开工，眼睛上青了一块，我就拿了点药给他，顺便问了2句。他提起来很晦气的样子，说过年在张家过年，多喝了2杯。姓张的非说他对他媳妇动手动脚，2个人就打了起来。后来涂继仁有没有再提过张书月？特别是这几天。没有，至少我从没再听他提起过。估计那次闹得太僵了吧。这个涂继仁平日里风评如何？好女色吗？会不会对姑娘们动手动脚？没有，图哥不是那样的人，他一直都挺同情楼姐妹的，从不做趁人之危占姑娘便宜的事儿。少爷，你真的有客人，我真的没有骗您，真的是有贵客，真的不能打扰。我倒要看看冰玉陪的是什么大人物。夏大人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冰玉陪的人竟然是夏大人。我有公务在身，要问冰玉姑娘一些事情。楚公子若是找她，要稍等片刻。是，不打扰夏大人办案。楚公子，请。夏大人，这位姑娘不是这位公子，是你的人吗？这是六扇门我手下的仵作。请问小兄弟怎么称呼？在下叶彩棠。叶彩棠。我是楚时轩。哦，楚公子认识小叶？啊，不认识。我突然想起来有点事情，我先走了，不打扰夏大人办案。你认识楚时轩？不认识啊。我在京城认识的公子哥，除了你就是谢芷了，再没第3个。我看你的表情也不像认识的，但他显然认识你。这倒是。这个楚时轩是什么人？楚时轩是刑部侍郎家的公子，本人无心功名，如今在礼部任善部郎中，掌祭器、圣斗、酒膳及藏兵等事。我连礼部在哪里、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，他大概是认错人了吧。楚时轩虽不是恶人，但名声也不好，是个有名的花花公子。你若是下次遇见他，能躲就躲，若是他找你麻烦，你就来告诉我。好。大人，涂继仁来了。大人，我的确对张书月不满，张书月根本就配不上嫦娥，但他又不愿意放手，还威胁他，要是敢离开，就杀了嫦娥的爹妈。你喜欢岳嫦娥，但岳嫦娥已经成亲，只能偷偷摸摸。被张书月发现后，他对你大打出手，一定也会对岳嫦娥动手，所以你怀恨在心，杀了他。大人，你说什么？有人杀了张书月？干什么去？我去找嫦娥。张书月死了，嫦娥就自由了。我去找她，我要娶她。好一个纯爱战士！不用去了，岳嫦娥和张书月一起被害了。唉，涂继仁不是凶手，线索一下子又断了。大人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做？若是大人真的束手无策，明日选个时辰试一试我的办法，算一卦，问问天。不必了，我觉得还可以再挣扎一下。好香啊！今天林婶做什么好吃的了？这么香。叶姑娘，快看，我给你们带了些吃的。昨日打扰了夏大人办案，回去左思右想，十分愧疚。可夏大人是有名的清廉，知道必不会收什么礼物，就买了些点心，和大家一起吃个早饭，也算聊表心意。楚公子客气了，请。小叶来坐吧，不要辜负楚大人一番心意。小叶，这楚公子是来找你的？没有，不是，我不知道。小叶，今天早上报上来一件奇怪的事情，你跟我去处理一下吧。现在最紧要的难道不是张书月的案子吗？还有什么奇怪的事？你还记得张书月待过的戏班吗？昨天午夜有人来报案，说是当天晚上他们演了一出包公神鬼的戏，结果当晚那演包公的人就看见有一身血衣的鬼跪在台子底下，他当时就吓疯了，但硬着头皮问台下所跪之人有何冤屈。那冤鬼说有何冤屈？他说他是村中一人的媳妇，
成亲没多久就病死了，后事也办了。可他说自己不是病死的，是被相公害死的。此事不宜宣扬，他们本想先偷偷摸摸查一查，但以下葬之人，主人家怎么可能允许挖出？事情可能有些危险，你愿意去吗？谁知道楚世轩中午还会不会来送饭？来了是赶出去啊，是赶出去啊！我还是见鬼去吧！愿意，愿意，我愿意。大人，大人，救命啊！我真受不了了，我真的要疯了！起来，仔细说说吧。就昨夜，我睡到半夜，模模糊糊感觉有人在外面喊我，我就起了身。当时好像被什么控制了一样，黑灯瞎火的就到了戏台子上坐了下来。然后我看见台下跪着一个女人，一身白衣服，特别瘦，风一吹就要飘走一样，一脸都是血。当时你不害怕吗？害怕呀，我都快吓死了，但也不知怎么的站不起来，就跟被人按在椅子上一样，身上很重。他跟你说了什么？他说他叫于艳喜，是村东头一户叫李仁寻家的儿媳妇，她被丈夫打死了，对外说是病死的。他说他死得冤，让我给他伸冤。然后我就醒了，猛地坐起来，发现自己躺在床上，刚才那一幕好像是做梦一样，可梦中那个女鬼的脸，她的名字我记得清清楚楚。我心道不能这么邪门吧，就偷偷去打听了一下，没想到还真有这户人家，姓名一字不差。那家新过门的儿媳妇果然是半个月前得疾病死的，为了安抚，他家还给了娘家不少钱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就旁敲侧击去问，差一点被他们打出来。我总不能去把坟挖开吧？谁知道小胡第二天晚上又看见了那个女鬼。第二天那女鬼又来了，还是那几句话：青天大老爷，我冤枉啊！我是李仁寻家的儿媳妇，被他儿子打死了。那天晚上我一直守在他屋子里，亲眼看着他从床上爬起来，跟游魂似的出了门，到了戏台上，坐在太师椅上看着下面，然后周围突然刮起阵阵阴风，我小声喊他，他也听不见。他对着空气说了一通话，又跟游魂似的回了房间继续睡觉。这个冤案没解决，也就是说，今天晚上他还会来找你，对不对？你在看见他的时候问仔细点，问问她丈夫为什么要打她，他们家都是怎么商量的，他爹妈是不是起过疑心，提出过异议啊？我记住了，今天晚上再遇到来申冤的于艳喜，把这些话仔仔细细问他，只要有个确凿的证据，我们就有理由开棺验尸。我真睡不着，谁能在这么多人眼皮子底下睡着？我几天没干什么体力活，就在房间睡觉发呆，现在一点儿也不困。要帮忙吗？睡不着不碍事，可以把你打昏，理论上效果是一样的。不用，我睡。哎，这样不行啊！你说，如果我在脑门上画个月牙，能见着冤魂吗？小叶，跟我出来一下。星星真美，是挺美的，不过你更美。我是说你的胆子。虽然胡小波的话未必是真的，但民间规矩总有原因，万一是真的呢？你就真不怕？那大人说该怎么办？如果于艳喜知道更多内情，应该早就说出来了。如果不知道，就凭这一点消息，肯定没法开棺。很简单，既然闹鬼，就一起闹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怕鬼，但总有心虚的人会怕鬼。你的意思是，装神弄鬼，去吓唬李家人？是我，快开门！大人，您这是见鬼了？大人，这不合适吧？什么都别说，什么都别做，听我的。哦。夏大人，夏大人，您在吗？哎，这么晚了，什么事情？夏大人不是睡的隔壁这一间？你是什么人？我睡在哪里与你何干？我们是骁勇将军手下先锋楚雄，路过李家村，看见有鬼怪作祟，又得知夏大人在此，生怕鬼怪伤人，特来保护夏大人的安危。我虽没带什么人手，但自问平日行事堂堂正正，何惧作乱鬼怪？楚将军要保护我，大可不必了。夏大人这是带着女眷同行吗？今夜不宁，不知女眷可需我等保护？不必了，我若连自己的人都护不住，还有脸做六扇门总捕头吗？ 夏
小叶啊，你不害怕我吗？你为什么不害怕呢？大人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要过来，不然我要叫人了！好了，流程走完了，大人你赶紧说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刚才去李仁寻他们家，阴森森的飘了一会儿，李家人一个个闪闪躲躲，畏畏缩缩，看见我又是磕头又是求饶的，若非心虚，何至如此？后来呢？回来的路上碰到了楚时景。楚时景是楚时轩的大哥，是圣上亲封的骁勇将军。他是来找我麻烦的？他以为我勾引了他弟弟，然后来找我算账？不，他是来替弟弟楚时轩找你提亲的。什么？